只因我给瘫痪在床的镇北侯府世子写了3年的大定，为此他时常讥讽我。春晓，你甘愿清洁我最私隐之处，还有何事做不出？莫非以为我被相府千金退婚，你便能成为正妻？你这般卑贱不择手段的女子，连为妾都不够格，只能做个通房。后来他康复站立，我领了银钱离去。3年后他镇场立功，以军功求娶我，可我已在摄政王府中喜大定了。谢世子，您怕是误会了，当年我愿伺候您，只因月钱足有3两，如今我在摄政王府伺候王爷世子，月薪30两，您可别误我前程。我叫春晓，本是镇北侯世子谢安远院中的粗使丫鬟，每月例钱仅有3钱，后因世子之地下身瘫痪无法站立，他不仅失禁，且脾气暴力，见物即砸，逢人便骂。院里5位1等丫鬟皆寻机离去，10名2等丫鬟亦难忍其性，纷纷逃走，只剩我这扫地杂役与一位照管花木的老翁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我知你们都在暗地里耻笑我这废人，再也站不起了，活着还有何意义？老翁年迈腿颤，行走不便，而我年方16，力气充足，行事利落，侯夫人便选定我去贴身照料世子。我道我不愿去，侯夫人说月银有3钱，提至3两。我答我有未婚夫，不便为男子擦洗。侯夫人又道10年契约可缩为3年。我立刻应下，那便去。其实我卖身为奴，是为了一段深情往事。我的未婚夫是位体弱斯文的读书人，我俩皆父母双亡，孤苦相依。他一心读书考取功名，我却不善耕作，只得卖身入府。侯府管吃管住，我挣的银钱都给了他，原契约10年。等我年满出府，他因已考中，便可和我拜堂成亲。现在我月钱超级加倍，出府时间也改成了3年，这太有奔头了。我伸手架住世子腋下，将他抱起，世子爷奋力抗拒。贱婢，不准碰我！谁要你帮忙？住手！不准扒本世子的裤子！你在擦哪里？信不信本世子剁了你的手？我是个内心强大、情绪稳定还很敬业的丫鬟。不行，你娘说了，每天洗澡1次，擦屁股3次。说罢，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屁股蛋子上。快些洗吧，水要凉了。不同于寻常瘫痪者的狼狈邋遢，世子爷被我照料得很好。每日沐浴擦身后，我便抱他上轮椅，推他四处走动，无论他想去或不想去之处，我都带他前往。世子爷，您多久未曾登高远眺了？我将世子爷扛起，放上3米高的树杈上。世子下身无力，坐于高处，惊恐万分。春晓，快放本世子下去，本世子惧高。我答不，您不怕的。那日是发薪之日，我得空去见我的书生，便将世子留在树上，匆匆往返1个时辰。书生与我青梅竹马，面容俊秀，语调温和，笑起来眉眼弯弯似新月。见我拿出3两银子，他眼眶泛红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春晓，你从何得来这些银两？我答侯夫人让我照料世子爷，涨了月钱，以后每月都有3两。你想上的书院可以去了，想买的书也都能买了。书生欣喜地抱着我转圈，许诺出府便娶我，此生绝不相负。想起世子爷还在树上，不敢久留，辞别书生，匆匆返回。回去时，世子爷喊得嗓音嘶哑，眼角泛红，似有泪痕。见我也不似往常那般厉声责骂了。春晓，本世子知错了，再不骂你贱婢，别把本世子丢在树上不管。我自然不认擅离职守，我刚才吃坏肚子，屈如厕了，不是故意的，这就抱您下来。世子道：谁好人家如厕1个时辰啊？我不再多言，上树背他下来，却觉背后一片潮湿。回头见世子爷的脸红得像个苹果。哦，原来是世子又尿了。看什么？都怪你！若被人瞧见此状，损我颜面，绝不轻饶。我连忙温声安抚：不哭不哭，是不是又尿湿了？没关系的，谁还没尿过裤子了？只不过你这个岁数还尿裤子的比较少罢了。您这是伤病未愈，等你好了，肯定就不会尿裤子了。我这就推您回去。世子伏在我背上，低声抱怨，怒气已消大半。钱难挣，屎难吃。我的书生哥，你何时高中娶我做夫人呢？3年来我勤恳伺候世子爷，不仅推着他风里来雨里去。春晓，蠢材！本世子何时说要游湖？现在好了，下这么大雨，万一船翻了，咱们主仆俩就一起喂鱼。哎，我没说让你背着我游回去啊！还扛着他上刀山下火海。本世子说不去上香，你非要带着我去。现在好了，被山贼抓住了。哎，你怎么把山贼都给打了？还放火烧他们寨子？世子说，自打跟了你，天天充满惊险和刺激，比没摔下马之前还危险。这日子着实精彩，
他也曾向侯夫人诉苦。娘，求您了，别让春晓伺候，再这般下去，孩儿性命难保。不要啊，不要！他可是我的3两月钱，绝不能定。要是失去他，我的书生哥就没钱读书，没钱读书他就不能考取功名，他不考取功名，怎么娶我？我怎么当官家夫人？四舍五入，世子爷是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无论如何不能失去他。我扑通跪地，紧抱侯夫人双腿。不要啊，夫人，奴婢不能失去世子爷，要是离开世子爷，奴婢这辈子就完了。世子爷诧异地看着我，涨红了脸。未料你心中如此看重我，3两月前自然极重啊。从那之后，世子爷对我的态度就有些不一样。以前我给他洗澡的时候，他都非常扭捏，骂得很难听。滚开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本世子！现在他刻意在浴桶里朝我抛媚眼，还挤他的胸肌、腹肌、肱二头肌。刚才拿帕子搓本世子的腹肌的时候，美死你了吧？本世子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，你这个好色的婢女，你不要缠本世子的身子。本世子有未婚妻，不会喜欢你的。呵呵，说的好像我没有未婚夫似的。我未婚夫虽然穷，但长得比你好看，腿还比你长。因为你站不起来，他双腿完好，但我是个有容人之量、爱岗敬业的丫鬟，给主家提供情绪价值，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所以每当世子爷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笑笑，你开心就好。你竟爱慕本世子至此，都跟你说本世子有未婚妻了，真踏马服了。本来天天给男人擦屁股就烦，还要被职场性骚扰。是，奴婢知道了，世子爷有未婚妻。说起来，自打我们家世子爷摔成残废后，他那个相府千金的未婚妻就再也没来看过他，应该是被甩了。所以我故意揶揄他。那要是未来世子妃不要您了，您能考虑考虑奴婢吗？世子爷被哄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哦，你最好记得自己说过的话。又到了发月银的日子了，侯夫人放了我半天假，我骗世子爷说我去逛街，回来给他带好吃的，带着攒下来的银子去找书生哥了。没想到刚到院子外面，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周郎，我爹已经知道咱们的关系了，我为了你退了和镇北世子的婚事，你可千万不能负我。惠娘，你放心，我周彦辰此生绝不负你。我操，书生哥竟然负我！不对，未婚妻竟然负世子爷，我未婚夫和世子爷未婚妻搞上了，我绿他更绿，这太有生活了。因为太过震撼，我脚步有些踉跄，撞倒了旁边的木头。谁？书生哥立刻出声，出门看见是我，面上显出一丝羞愧的表情。春晓，是你？刚才你全都看见了。我也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在与人私会，是我自己突然回来没通知你，真是抱歉。无能的未婚妻，大概就是我这样的了。林慧娘闻言走了出来，趾高气扬地打量了我一眼。你就是谢安远身边伺候他的那个小丫鬟吧？我都听说了，他伤了脊骨，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了。我堂堂相府千金，不可能跟一个站不起的废人过一辈子。只有周郎这样的状元之才，才配得上我。你也是女子，应该能理解吧？理解是能理解，可是你的状元之才的情郎是我的未婚夫啊！不等我说话，书生哥率先开口：春晓，咱们退婚吧，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，我心中真正爱慕之人是林小姐，求你成全我们。若是你执意不肯放过我，那我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其实早在我去伺候世子爷的第1年，书生哥以第1名考中秀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我留不住的。然后这种感觉在他考上举人的时候更加强烈了。其实当初资助他读书的时候，我只希望他考个功名，当个芝麻小官，护我一世衣食无忧罢了。但事已至此，我已经配不上他，当即扶住了他的手。兄长何出此言啊？小妹资助兄长读书，是做妹妹应分的，说什么婚约不婚约的？林慧娘愣住了。不是，姐妹你……嫂嫂，你跟兄长一样唤我春晓就行了。虽然这3年来我每个月资助兄长3两银子，府里赏赐的东西也全都送给兄长了，但我哪能问你们要这100多两银子呢？我们的兄妹之情是无价的，就算你们要赔偿我500两银子，我也是绝对不会要的。林慧娘刷刷刷抽出5张100两银子的银票，直接塞进我的怀里。不行，这钱你一定得收，而且我们成婚之时，你一定要来当伴娘，喝我们的喜酒。真的，本小姐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么得劲的娘们儿。好的，娘们儿新娘们儿，这个男人我就低价转让给他了。书生哥被我低价转让了，我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动力。任由谁兜里突然多了500两，都会像我这样的
这他妈的就是人性。这3年来，我赚的每一个3两月银都给了他，为的就是等他将来飞黄腾达，让我吃香喝辣的，兜里从来没超过10个铜板，吃穿用度全蹭主家的。没想到他没有飞黄腾达，也能让我吃香喝辣的了。500两啊，那可是500两啊！当年我爹娘和他爹娘要是有这500两银子，就不会饿死了。我只是随便喊喊林小姐，她为什么不砍价呢？她真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小姐，书生哥以后跟着她，我是放心的。人一旦有了钱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本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揣起500两银票，回到镇北侯府，打算辞工。刚进门，就看见一群人被从门里丢了出来，院子里摆放的全是一台台的礼品。我捡起地上一本红彤彤的册子，发现竟然是世子爷和林小姐的婚书。我皱眉，这是咋了？侯夫人身边的李嬷嬷立刻告诉我，林府过来退亲，聘礼都退回来了。世子爷正气的在屋子里砸东西呢，他听你的，你快去劝劝。哦，这么个事儿，这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甚至我还有份促成呢。要是被西安远那个大炮仗知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那个，我不是很方便。李嬷嬷却一把拽过我，方便的，夫人刚才还说要收了你，给世子爷做测试呢。哇，那很恩将仇报了。虽然侯夫人的想法让我虎躯一震，但我对世子爷充分信任，他眼高于顶，鼻孔朝天，是不可能会看上我这种粗鄙之人的。我决定不跟侯夫人硬碰硬，而是羞涩的低下头。此事奴婢说了不算，得听四子爷的。放心吧，世子爷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是很喜欢你的，你就等着当主子过好日子吧。不是吧，那很恐怖了。我战战兢兢回了世子爷的院子，果然大老远的就听见他在砸东西。为什么不让我当时就死在那儿，也好过受今日之辱？惠娘，你我自幼定亲，青梅竹马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难道就因为我站不起来，是个废人吗？那不然呢？林小姐人美心善，出手大方，她值得一个站得起来的男人。我听得正起劲，忽然听到世子爷念我的名字。春晓，你这个贱婢，躲在外面干什么？看爷的笑话吗？是不是你跟惠娘说了什么，她才跟本世子退婚的？你以为这样本世子就会娶你了吗？你连惠娘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别说是做妾了，连做通房，本世子都嫌你脏。你看看，这个人自己被退婚，就来造我的黄谣。我不过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丫鬟啊！当时我就忍不了了。世子爷说的是什么话？奴婢这3年来尽心尽力伺候您，何曾有过半点多余的心思？既然在您眼里奴婢这般不堪，那就放奴婢出府去吧，往后自有更好的伺候您。我此言一出口，世子爷有些懵，没想到他骂了我2句，我竟然撂挑子不干了。我不给他多说的机会，转身就跑。奴婢尽心尽力伺候世子爷，绝无攀附之心。世子爷竟然冤枉奴婢，这活儿奴婢干不下去了，奴婢要出府。侯夫人看见我闹得比他儿子还厉害，非常尴尬。我的儿子又是闹什么？远儿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他就是那个脾气，嘴上说话难听，心里其实想着你呢。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奴婢和世子爷主仆有别，他想着奴婢干嘛？奴婢进府是为奴的，可不是做妾的呀。侯夫人听到我这么说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不太好看。春晓，你的卖身契可在我手里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再说了，我儿能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啊。他一说卖身契，我可不困了。夫人莫不是忘了，当初让奴婢去伺候世子爷的时候，你已经把我10年的卖身契改成3年的了。今日就是3年之期，奴婢要出府，无人可以阻拦。侯夫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，我趁她发呆的时候，脚下一个闪现往外跑。夫人，奴婢告辞，这个月的月钱就不用了。知道我不仅不给她做妾，还要离开，世子爷摇着轮椅在后面狂追。春晓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贱婢，谁准你离开的？本世子不允许！你生是本世子的人，死是本世子的鬼！来人，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说话间，我已经跑到了院墙边上，3米高的院墙，我蹭就上去了，骑在墙上和谢安远对视。是吗？你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废物，还想抓住一个身手矫健的我？我好歹也伺候了你3年，你被未婚妻甩了就想祸害我，你可真歹毒呀！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被甩吗？你觉得你很绿，我他妈也是啊！我未婚夫也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我说什么了吗？做人啊，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格局大一点。谢安远瞳孔地震。什么？你有未婚夫？这人腿坏了，脑子也不好。我说的重点是这个吗？我懒得理他，冲他竖了个中指，然后翻身下墙。我的500两，我来和你过好日子了。转身逃跑。母亲，春晓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不想嫁给孩儿，她要走。我儿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魏娘打听到了，
那即将和林小姐成婚的正是春晓的未婚夫。他父母双亡，在京城又举目无亲，看他从咱们府里走了，能去哪？他早晚得乖乖回来，回到你身边，伺候你一辈子。谢安远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破防。什么？跟我抢惠娘的是春晓的未婚夫？哦，你这个抢字就用得很不对。虽然他是个负心汉，你也远不及他。但我已经决定带着我的500两回老家过好日子了，你们的恩怨情仇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打算连夜跑路，但我在周彦辰那还有些爹娘留下的旧物，打算取了再走，顺便跟周彦辰道个别。没想到林小姐也在，知道我从镇北侯府辞了宫要返乡，她死死地拉住了我。不行，你答应过我要参加我和周郎的婚礼，还要给我做伴娘的，我们必须得到你的祝福。我很尴尬，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祝福，我只是没招了而已。这不好吧？相府是何等的门第，我一个奴婢出身，怎么配呢？没关系的，有你做对比，周郎他才会知道选我是多么的正确。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喝了喜酒再走。我思来想去，憋出3个字：得加钱。林小姐，她真的很有钱，也很大方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她马上又给了我500两。我拿着那500两，手抖啊抖。嫂子，你对我真好，比我爹和我娘对我都好。你是天底下最美丽、最良善的女子。兄长一定会高中状元，你一定会成为状元夫人，你们俩一定会子女成群，儿孙满堂，白头到老。嫂子她一高兴，又给我加了500两。这孩子真会说话，嫂子没有白疼你。周彦辰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是嫉妒我，嫉妒嫂子给我这么多钱，没有给他。我把嫂子抱得更紧了，还拿眼睛瞪他。死渣男，臭吃软饭的，根本配不上我嫂子一点儿。但算了，谁让我嫂子喜欢他，勉为其难祝福一下。我哥和我嫂子的婚礼很快就到了，嫂子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接我哥去当赘婿，而我作为我哥的嫁妆跟在后面。别人问起我，姑娘，你是新郎什么人啊？我叫周春晓。对，周彦辰是我哥，我是他嫡嫡亲的妹子。我嫂子贤良淑德，心地善良，人美心善，是天底下顶顶好的女子。嫂子她一高兴，又给了我一个大红包。谢谢嫂子。我正乐呵呵的数钱，后脖领子传被人揪住了。邹春晓，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？你未婚夫对你始乱终弃，另娶他人，你不生气还跟着傻乐。我心说谁啊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转头一看，竟然看到了镇北侯府的世子谢安远。你长高了。谢安远的脸比锅底还黑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丫的不是长高了，是站起来了呀！啊！大夫不是说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吗？你怎么好了？谢安远冷哼一声，看见本世子站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大夫说是你这3年来天天替本世子按摩，本世子才能恢复如常。没想到你竟然为本世子做了这么多，你果然深爱本世子啊！这个配得感，这难道就是男人吗？没想到我隐藏这么深都被你发现了。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那你给我点钱吧。我即将跑路，钱越多越好。你以为我会像别人那样庸俗，拿钱侮辱你吗？我要给你更好的，我的正妻之位。妈的，净给些没人要的。我连忙捂住脸，佯装羞涩，好去找我嫂子。嫂子，不好了！谢安远站起来了，他要来破坏你的婚礼，你快叫人把他赶出去。嫂子不愧是相府千金，十分有气势，一拍桌子。什么？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当年两家之所以许下婚约，不过是总父辈一厢情愿。当今圣上重文轻武，我爹在朝中如日中天，他侯府却门庭败落。如今婚约已毁，他有什么资格纠缠？然后就派人把谢安远给打出去了。谢安远一边被拖着往外走，一边高喊：惠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来找我的世子夫人的。你还说你不是来捣乱的？来人，把他打出去！没有人可以破坏本小姐的婚礼。我狐假虎威，来人，把他打出去！没有人可以破坏我哥哥和嫂子的婚礼。婚礼当天非常热闹，满朝文武都携家眷参加婚礼了。我是来找我夫人的，把我的夫人还给我！谢安远在外面闹腾了一晚上都没能进来，反倒成了全京城笑柄。这谁啊？镇北侯府那个被退婚的世子，听说疯了。人人都以为他找的是嫂子，嫂子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亲自跑到门口骂了他一句：舔狗！林惠娘，你骂谁舔狗？春晓呢？让她出来！嫂子果然很仗义。春晓是我妹妹，以后就是我们相府的人，你少来纠缠她。一声妹妹，犹如晴天霹雳。什么？她宁愿给相府赘婿做妾，也不愿意当本世子的女人。听懂谢安远的话，以为谢安远要抓我回去做妾，直接给了他一脚。滚啊！然后回来拉着我的手。妹妹你放心，你把你哥都送给嫂子了，嫂子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在京郊有座别院，你去躲几天，
谢安远找不到你，自然消停了。嫂子她真是个好人啊，要是我是个男人就好了。当初先遇到嫂子的人，为什么不是我啊？于是，我拿着嫂子给的银子，住进了嫂子给的别院里，每天不用干活，还有人伺候，没事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，在池子里泡泡温泉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月，我打算跑路了。虽然嫂子对我很好，但到底不是亲嫂子，万一她哪天交过味儿来，要弄死我就不好了。没想到，我刚跑出去没多久，被一辆马车和一队人马给围住了。我心说，我就知道她是个假嫂子，表面上说着把我当亲妹妹疼，背地里找人下黑手。没想到马车里出来的人却不是嫂子。这位就是春小姑娘吧？我是摄政王妃身边的张嬷嬷，是我们王妃让我来请姑娘的。我呆住。王妃？王妃找我干嘛？我不记得自己得罪过摄政王府的人呀，没想到张嬷嬷却道，听闻姑娘医护能力一流，就连那人人都说站不起来的安远侯世子，在姑娘的照料下都恢复如常了。我们世子去年在战场上受了伤，瘫痪在床无法行走，还请姑娘救救我们世子，月银我们王妃愿意出30两。这个我当年之所以接下这脏活累活，完全是为了3两银子的月钱，但我现在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呀，我不想打工了，我想回家当地主婆。没想到张嬷嬷一出手就是京郊100亩良田，一座大宅，还有10间铺面。虽然说以我现在的积蓄，我能买得起这么多产业，但这可是京城的呀，跟我们老家那种穷乡僻壤的根本不一样，我完全拒绝不了。嗨，这还说啥了？照顾世子爷是奴婢的本分啊！起驾！13岁上战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；17岁身中敌箭，沦为废人，一颗璀璨将心，就此陨落。举国叹息，可能是白月光的力量太过强大。无论他摄政王老爹在朝堂上怎么发癫，大家都只当是太过伤心，才导致性情大变。但我知道，摄政王这是在借题发挥，打压勋贵世家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镇北侯府就是被打压的勋贵之一。嘻嘻。段承景长得非常非常非常帅，如果要做比较的话，大概是谢安远的3倍那么帅，因为太帅了。我第一次给他洗澡的时候，口水就流下来了。但段承景的脾气非常好，要是换成谢安远，一定会嘲笑我是一个好色的丫鬟。但段承景不仅没有嘲笑我，还拿出名贵的蜀锦帕子给我擦口水。春小姑娘，你的这里弄脏了。我连忙接过她的帕子，把口水擦干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世子，你别急，奴婢既然答应了王妃，就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好世子您的。至于能不能恢复，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谢安远之所以能站起来，完全是因为林小姐退了跟他的婚约，嫁给了我的未婚夫给气的。敢问世子有没有未婚妻？段承景面色微红，本世子尚未婚配。那很遗憾了，没有人能刺激你了。姑娘可是想做锦的世子妃？没有啊，我不是啊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说出来的却是啊，可以吗？段承景红了脸。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，仅要问过父亲和母亲，才能回复姑娘。切，原来是耍我玩。我就说他堂堂摄政王府的世子，怎么可能娶我这样出身的女子？但他这个人情绪价值给的高啊，不像谢安远，直接说我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的。没事儿，我不急的，你有空跟他们说就行。然后卖力的给段承景搓。这泡澡的水里加了活血化瘀、强身健体的药，需要用力揉搓皮肤，达到加强吸收的效果。世子，有感觉吗？段承景皱眉忍耐。有点热。热就对了，说明药效吸收了。等泡的差不多了，我又把段承景从浴桶里抱出来。世子，奴婢失礼了。段承景伸出手，环抱住我的脖子。也许是因为紧张吧，这个脸都埋在我的脖子里了，我觉得有点紧，喘不上气。世子，您是不是对奴婢有什么意见？段承景瞪着水润的大眼睛，无辜的看着我。啊，不然你为何抱这么急？是想谋杀我吗？对不起。段承景吓得松了手，因为双腿没有力气，差点滑入水中。我连忙将他捞了起来，打横抱起。段承景衣着寸缕，娇羞的倒在我的怀中，望向我的眼底全是崇拜和赞许。春小姑娘，你劲儿真大。从前我身边力气最大的牛二，抱我都没姑娘这么轻松。那是，我从小就能吃。邹彦辰又是给人抄书，又是给人砍柴，都养不活我，不然我也不会卖身进侯府。为了让自己吃饱，我真的付出太多。我羞涩地拍了一下段承景的胸口。世子说什么呢？人家是柔弱的女孩子。我低头一看，段承景壮硕的胸肌上留下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。我把段承景扛回屋里，给他按摩全身经络和穴位。段承景的情况跟谢安远有点不一样，谢安远伤的是脊骨，段承景是经络受损。反正具体我也不是很懂，下死手捏就完事儿了。我果然是个威武雄壮的女子。捏了半个月，
段成锦就觉得双腿有感觉了，掀开被窝。春小姑娘，你看我的腿刚才是不是动了？是吗？我看看。我着急忙慌地跑到床边，然后看着我涨红的脸，段成锦连忙盖上了被子。不好意思，春小姑娘，我不知道。我娇羞地低下头。没关系，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。段成锦盖好被子，才来和我说话。春小姑娘，听说你照顾了镇北侯府的世子3年。又是1年4月天，我在摄政王府打工已经整3年了。这1年来，我和世子段成锦朝夕相处，发现他不仅性子温和，待人宽厚，还非常有礼貌。比如他从来不叫我春晓，而是春小姑娘。虽然我是他母亲请来照顾他的丫鬟，但尊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山里桃花开的晚，我把段成锦扛上马车，带他去郊外踏青。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喊我：春晓，你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么久不见人，害得我以为你被谢安远那个疯子抓走了，正打算报官呢。谁这么关心我？原来是我人美心善、出手大方的嫂子。嫂子，让你担心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们了。我如今在摄政王府当差，照顾摄政王的世子。嫂子非常震惊。什么？你竟然搭上了摄政王府？你这丫头造化不小啊！借你吉言，你兄长荆轲下场，有幸高中状元。原本想把你许给同榜的探花郎，让他护着你，倒是我白白担心你了。都说长嫂如母，这一刻我差点给她跪下叫她妈妈。这是什么人美心善的女菩萨？自己家状元郎就要把我许给探花郎？原来在他心里，我值得嫁给这么好的男人吗？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转年就该20了，也是时候嫁人了。正想答应，就听段成锦道：春小姑娘不是已经许婚在下了吗？如何能再许探花郎？听到这话，身边的嫂子、哥哥还有探花郎都用震惊又八卦的眼神看着我。探花郎犹豫着开口：春小姑娘，你不知道？我还沉浸在段成锦的话中，没回过神来。听见这话，有些不解地问：什么意思？探花郎名叫许文才，是嫂子的表弟。闻言解释道：自从姑娘离开镇北侯府之后，那镇北侯府的小侯爷就闹得不可开交，非说是表姐善妒抓了你不放人，去顺天府那闹了好几回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想通了，上了战场，3年来打了几场胜仗，听说马上就要班师回朝，他要是看见你，定要纠缠不休。就见原本坐在轮椅上的段成锦倏然起身：春小姑娘，你别嫁给他，嫁给本世子可好？我们4个本来就很震惊了，现在更加震惊了，4脸震惊。JPG 都说妹妹是医护高手，能让瘫痪在床的人站起来，没想到是真的啊！段世子当年横扫蛮夷，连下西域百城，英雄威名震天下，可惜受伤才蛰伏多年，没想到终于又站起来了。妹妹，这个更帅，出身更高，人品更好，快答应他。这样吗？可是我是个丫鬟哎，能嫁给摄政王的世子吗？我也配。嫂子一把拉住我的手：你不是，你是状元郎的亲妹妹，你嫂子是宰相独女，整个文官清流集团给你做靠山，你配呀？探花郎道：没错，我乃荆轲探花郎，可以代我父母收你做养女。你从我们许家出嫁，旁人不敢说你什么的。我感动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。我自幼孤苦，总以为世上的人皆派高深博势力，没想到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谢安远班师回朝那天，我和段成锦也进宫求取赐婚圣旨，因为段成锦的腿还没完全好利索，所以是由我用轮椅推着去的。刚到大殿门口，就听见谢安远高声道：臣想以军功求取昔日婢女春晓为世子正妃，还请陛下赐婚，并为我夫人赐封诰命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：谢安远，你没事求娶我干嘛？谢安远看见我一阵激动：春晓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，知道我凯旋，竟然找我找到宫里来了。看得出来，他腿脚好了，脑子却没好利索。他也不想想，凭我的出身，一个人怎么进得了皇宫？好了，春晓，全京城谁不知道你在本世子身边伺候了3年？除了本世子，谁还会要你？谁还敢娶你？如今本世子以军功求娶你，还为你请封诰命，天下除了你，谁人有这份尊荣？你就不要再跟本世子怄气了，回来吧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谢安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我几时说过要嫁你了？你给本世子洗了3年的身子，你不嫁给本世子，你想嫁给谁？此时段成锦才开口：不好意思，他也给本世子洗了3年的身子。本世子今日就是来请旨赐婚的。什么？谢安远非常震惊，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段成锦。你是摄政王府的世子，当年威震蛮夷的骠骑大将军春晓，你竟然背着本世子勾搭别的男人！爱卿，朕知道你此战劳苦功高，可是他是朕的大表哥。谢世子，依本王看，你们镇北侯府也没有很看重春晓姑娘，不如让给我们摄政王府。
在我眼里，春晓从来不是什么丫鬟奴婢，她是救我性命，让我重新站起来的大恩人。我要用余生报答她的恩情。谢安远没想到以军功求娶我，竟然没有成功，非常的破防。他死死地拉住我。春晓，你告诉他们，你爱的是本世子，你要做我们镇北侯府的世子夫人。你说啊，我们3年的感情你都忘了吗？对不起，他和本世子的感情也有3年，而且比跟你的感情更好。我很得意，没想到我春晓竟然有一天会被这么多人看中。没错，我喜欢的人是段世子，谢世子你靠边吧，不要影响我当摄政王府的世子妃。哦，当年你不是说我别说做妾了，连给你当通房都不配吗？我比你大方，如果你实在喜欢我，我不介意让你当个没名没分的外室。但谢安远脑子有病啊，他一口答应。外室就外室！满朝文武，谢安远太吓人了。我和段成锦求完赐婚圣旨就跑了，生怕被他沾上。大婚那天，我们刻意没有请他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坐在婚房里，总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。别怕，摄政王府守备森严，他进不来的。我也安慰自己，希望如此吧。夜里，我和段成锦拜过宗庙，行完大礼，招待完宾客，正打算上床休息，没想到床底下突然冒出来一颗脑袋。春晓，不是说好让我当外室的吗？我宅子都买好了，就在摄政王府边上，这是钥匙。你跟他成完了婚，记得来找我。段成锦握紧了拳头，怒声道：本世子还在这呢，你一个外室竟然敢跑到家里来！我脑袋顶上，缓缓冒出来一个问号。